嗨，大家好，我是小麦。今天的话呢，是第二次来跟大家说明我现在已经使用过的鞋子。那今天要说的对象就是它啦，李宁的飞电61。那这一双的配色其实是跟大破节那一双不太一样，它是无锡马拉松的配色，是在之前我 shorts 上也有分享过。那是一个非常樱花的这样子的一个配色。首先我的鞋带已经先换过了，已经换成是自己买的这个粉红色的麦穗鞋带。那如果是在官网买的话，它会是一个算是棉质的鞋带。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设计。它主要全是采用粉色的这样子的一个系列。那主要原因的话呢，也就是因为无锡马拉松是樱花的这样子的一个赛道。那像这边的这一整块看到荧光的这个颜色，其实就是它所谓的超泵胶囊。它是把一个超轻的泡棉用很坚韧的一个材料去把它包覆起来，像是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气垫一样。它确实踩起来的脚感啊和感受都是非常的软弹，然后也有感觉到好像是空气在整个中底里面去做流动一样。OK，然后那下层的话也是做它一个超泵的这样子一个中底，但是它就是没有做超泵胶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了。OK，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它也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巧思，把很多的樱花的这个花瓣都放在了这个上面，所以整体而言是一双很漂亮，然后很少女风的这样子的一个鞋子。但我觉得以跑者而言的话，穿这样子的鞋子，男生也是还不错看的哦。然后特别是我把鞋带换成了粉色之后啊，整个一体全部都是比较偏粉色的系列了。那为什么我会把鞋带换成是我自己买的这个麦穗的鞋带呢？那原因是原本棉质的鞋带它其实比较长，它有点不太符合这一双鞋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系鞋带的这样子的一个长度。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棉质的鞋带其实它偏重一点点哦，然后如果是像下雨天啊等等的，或者是出汗比较严重的话，就很容易湿掉，然后让鞋子的重量变得更重。所以呢，我才会把它换成了我自己买的这样子一个麦穗鞋带，它也比较不容易散掉。那另外要再讲一下这个鞋子跟其他鞋子不一样的设计的地方，就是它的鞋舌，它是属于这个袜套式的鞋舌。其实我在网络上有看到过，袜套式的鞋舌在一开始的时候包裹的程度是比较 OK 的，但是可能在长期使用或者说是洗了很多次之后，它有一些氧化的状况之后，会有一些松动的状况，那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脚踝这边是不太能够去包紧的。那它由于使用了这个袜套式的鞋舌的话，其实在我们平时穿进鞋子的时候啊，我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紧的哦，所以是需要用力塞才能够把整个脚塞进去的。那另外一个它比较不同的设计就是，它其实在这边是没有跑者节的第二个扣的。那这导致的话，实际上我没有办法在鞋带前面绑一个跑者节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这个我觉得是个蛮大的问题。那像我之前在冰点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就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在脚力不够的时候，或者是下坡的时候，那会有脚往前穿的这样子一个状况产生。那导致我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就有顶到变成黑指甲哦。如果它这边能够做成是两个鞋带孔的方式，让我注意跑者节的话，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产生了。好，那再来说一下尺码。那像我是25.5公分的脚，那如果是闭麦的金碳3.0的话呢，我是穿40.5码。那一样25.5的这样的一个尺码的话，像在李宁这边的话是直接穿到41码，而且它这边是有特别去做一个可能预留0.5公分到1公分的这样的设计，所以在刚刚起跑或者说30公里前都不会有任何压脚或者说是顶到脚趾的一个状况，是我之后脚疲惫了之后才会有往前穿顶到脚趾的一个状况。然后那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这双鞋子的话呢，也一样，就只要去选自己脚的尺码，我觉得就是比较合适了。那如果大家会怕顶到脚趾，可以再多加0.5码左右。那另外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双鞋的大底。那这双是我已经跑了一场全马，然后前面的话是先热身了3点几公里哦，然后全马是42.5公里哦，然后在前面有一次做一个简单的跑动，大概跑了5公里左右，也就是说整体而言的话，大概是50多，然后快60公里的这样子的一个里程。那也是做了一次清洁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的鞋底啊都是非常的完整的，不管是泡棉，连这边上的泡棉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压痕的感觉。那鞋底的话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磨损，那这也是 TPU 大底非常厉害的地方。像是这样的一个材质的大底的话呢，基本上
都可以跑到1500公里到1600公里，甚至接近2000公里，都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哦。好，那下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双鞋子的重量。它跟现在市面上的顶碳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的上脚的感觉就比较重。那我也有去做一下称量，那像是我25.5的这样子一个脚，当然我已经换了鞋带，可能会有1-2克或2-3克的这样子一个差别吧。那我这双鞋实测的话是195克。那如果是相应的，如果是我的闭麦金碳 3.0 的话，那它的鞋重大概会是在165克左右。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接近30克左右的一个重量的落差，单只脚。那30克，我觉得可能对于比较早开始跑步，可能跑龄已经有4年、5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朋友的话，我觉得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因为我的跑龄比较短，2年多，而且我上来就直接是穿比较轻的闭麦金碳 3.0 这样子的一个跑鞋，都是160几克到170克这样子一个重量，所以我直接穿到这一双200多克的时候，坦白说我觉得有点重，而且在整个的滑动或者是跑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也会觉得它是其实是有一点点重量的，抬腿啊等等的都会需要多用一点点的力量哦，所以其实它在30公里左右的时候，确实会让我觉得会更疲劳一点点。所以它的这个重量，我觉得也是需要在长期的训练当中去做一个习惯跟克服的。好了，那下面的话呢，就要讲到最重要的是，那这双鞋子目前我跑完一场全马下来，到底觉得如何？它的跑动感，它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如何呢？那我可以其实很坦白的跟大家说，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鞋子，整个全程，哪怕是我脚已经很疲惫的一个状况下，到40公里的上坡。大家可以看到，我台南的那一场冰点马拉松，在41公里的地方会有一个很大的上坡，在那个位置，它鞋子还是会给我非常好的滚动和泡棉的回弹。但是呢，这也是它的一个问题哦，它的泡棉选择的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的，因此呢，我就好像是全程一直是踩在一个这样凸起来的泡棉上面。整个的全脚掌都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缓冲，然后以及泡棉的回弹。但是呢，在我左右去稍微有一些重心偏移的时候，这双鞋其实就会有一些不稳定了，就要稍微左右一点。那所以其实，在整场比赛当中，只要我遇到回转或者是比较直角弯的时候，我有点点不太敢去转弯。那当然，第一个原因是我脚踝力量还不太够，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驾驭这双鞋子。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它这是一个非常精英的跑者的设计，所以它主要的用料或者说是它主要的设计，其实都是整个全程直线大直道的这样子一个回弹而去设计的。那在直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回弹，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衰减。但是在转弯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大的脚的转弯，甚至是切路线，从内线切到外线这样子一个稍微有一个斜角度，大家都要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脚踝的力量的施力方向，才可以保证这双鞋是可以被驾驭的。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这双鞋的门槛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它的上限无敌高。你看大破节都跑出了2小时04这样子的一个成绩了，鞋的门槛大概是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以我的认知跟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3小时以内，甚至2小时50全马的这样子一个成绩以内，才可以考虑是不是去穿上这双鞋，然后去穿它做训练跟驾驭它。并且如果像是我这样可能跑龄比较短的，那上来就直接是穿像是闭麦金碳 3.0T 这种算是偏稳定但是又有很好回弹的鞋子的话，相对温和的这样的一个个性的一个鞋子的话，那这一双鞋穿在我们的脚上，它就好像这双鞋就好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一样，我们要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双脚，才可以把真的笼子打开，才可以让它真正的释放出这个对应的能量来。那像这一次的全马，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在第30公里、33公里之后，我的脚就开始无力了，脚踝开始无力，然后每一步都会需要小心翼翼的去控制自己的脚踝以及脚的稳定度，然后导致说，其实后面就是有一点点降速，然后也是有点点不敢跑。那当然也是因为很多的下坡，导致说我的脚趾一直是顶到前面，然后有黑指甲的一个状况产生。好啦，那未来的话，这双鞋我会如何的去使用它呢？那第一个的话呢，当然一定是在我的强度课，然后以及长距离课的时候，我还是会去使用它。
那就像我之前在刚刚接触到闭麦金碳 3.0T 的时候，我那时候印象也很深刻。我第一次接触碳板鞋，并且呢，那是一双回弹很好的碳板鞋。那我的脚踝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很好的回弹，让我的脚踝酸了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那我也觉得这一双是非常好的鞋子，那只是说驾驭的门槛比较高，所以其实与其说我自信的把它直接拿去做全马的比赛，不如是应该先拿一双鞋去做好好的训练，然后不管是强度课还是比较疲劳的长距离，我都能够很好的驾驭它，训练好我对应的脚踝的肌肉的时候，我才再拿它去做比赛的用鞋，才可能比较合适。那当然，我还是觉得我目前的一个训练的能力跟状态，拿它去做比赛，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风险的，因此我还是会把它目前先把它当成是我的一个能力的上限的训练鞋去做使用。还有一点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点的，就是它到底是属于一个步幅型的选手，还是步平行的这样子的一个跑者去使用呢？那我个人认为，其实两者都可以，因为它其实整个脚的回弹都非常的凶猛，不管是全脚掌还是前脚掌着地，它其实都是可以给到非常好的回弹的。那另外呢，它的滚动弧会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其实在脚往前踩或者说是重心往前移的时候，它的滚动感也非常的好。因此，不管是步平行的滚动的跑法还是步幅型的登升的跑法，这双鞋都非常的好。那雨天的状况的话呢，因为它是用这个 TPU 的大底，所以它其实是跟闭麦金碳 3.0T 是同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也可以说，它比我之前台北马穿的那双鞋的防滑程度是要好很多的。那它的这个整个的鞋面也好，或者说是整个这样的设计，其实都是不吸水的。因此呢，夏天出汗，或者说是雨天的这个跑步，用它一定是非常安全跟稳定的。那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买这双鞋去试看看。像我在我前一天的 shorts 里面就有讲到，那这双鞋的门槛很高，对我脚踝的稳定度要求就很高。进一步的，我在穿这双鞋的时候，因为我右脚的稳定度没有很好，都会有一些左右甩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出现，所以在我右脚穿这双鞋的时候的疲劳程度，然后以及控制力就会下降的很快。那这样也同步的可以让我意识到，哎，原来我右脚虽说力量比左脚大，但是呢，反而是右脚需要去多做跑姿或者说是动作的修正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那未来我也会是拿这双鞋做一个很好的这个跑姿以及脚踝力量等等的全身力量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这样子一个跑鞋。好咯，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很好的去享受这双鞋，去好好的感受它的一个澎湃的一个脚感，以及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有一点点担心的不稳定感哦。那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鞋子咯，拜拜。